是张大哥。今天大哥利用整修这部 W116 350 SEL 的这个机会，来教大家如何判别高压线的故障。以这部 W116 的350 SEL 是1979年份的车子，到目前也超过40年，所以说，它有一些接头跟电系的部分哦。当然，经过这么多年、这么多次的维修，之后呢，难免会有在电路上面会出现一些问题。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，这颗引擎是 W116 的8缸，那大哥已经检查出来它的这一缸跟这一缸大哥有这边做记号打叉，这两条线是断线的，也就是说这里跟这个地方，高压线跟活性塞这一端是断线的。那以大哥判断，这缸应该是第一缸，1548637，1548672，好，这是这样子。那大哥检测出来这一缸是断线，这一缸断线。那我利用这个机会来教大家来检修，高压线怎么样判别它们是好的还是坏的。那当然，一般以大哥的经验，断线大概都断在火星塞这一端，因为火星塞这一端呢，经过40年的插拔已经我相信一下已经超过数十次。那在这个插拔的过程当中，大部分都是把这个地方拉断掉，这个梁拉断掉了。那除非你应该要有专用工具比如说要有专用工具，像这个专用工具是在夹高压线头的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保证不会把高压线拉断了应该插拔的时候应该是这样拔，不要用手去拉。你用手去拉的话，就很容易把这个地方拉断掉了。那在分电盘这个地方呢，它的专用工具是长这个样子这个样子。那在拔高压线的时候，也不应该从上面用手拔，从上面用手拔的话，有可能把这地方拉断掉了。那专用工具应该是长这个样子，从这个地方经过摇晃之后呢，然后再往上抬，这才是标准的一种拆除的方式。那大哥就利用这个机会来教大家如何判别高压线的故障。大哥是如何检修出来这一缸跟这一缸打叉的这两缸14缸是断线的。那还好，大哥呢在市面上找到了另外一组我们看到这边还有另外一组，另外这一组高压线呢我们来看，我这样看就比较清楚。这高压线它很难找的理由，是因为它在1983年之前呢，它分电盘这个头呢，它是小孔的相对应这个地方是小孔的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是小孔的。那我们1983年以后的车子几乎都是大孔的。大孔的话，它就跟火星塞的那个有加螺帽的那个尺寸是一样的。那因为它是小孔的，我们看到它这是小孔的相对应是这个是小孔的，所以这条线就很难找了。像市面上我们要找也很困难。要得定的话，那费用跟时间又会花费不少。那好不容易大哥找到了，在市面上找到了这一组高压线，说得来相当不易。那我们才能够把这部车子处理好，因为它也是断了2条线。好，那大哥现在来教大家如何判别。还好我们找到这组线都是背路的，我们可以看得到
哦，它是贝鲁的，它头都是一模一样的，这是贝鲁，所以这个是很难得。我们看到这边写贝鲁，而且是1K 欧姆的，所以这个是相当难得的。好，因为这个小头的这个高压线已经相当难找了。大哥现在就教大家来如何检测这高压线是故障还是好的，断线有没有断线？因为我们已经有看到的高压线它的电阻值一般都在1K 到2K 之间。比如说以 Belu 的这个尺寸，它是在1K 欧姆左右，我们看到这是在1K 欧姆左右。那所以说我们在量它的电阻的时候，电表就必须要切到大概在20K 左右，在20K 左右。那大哥量一次给你看，比如说这条线，这条线是2号线，这2号线是 OK 的啊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。怎么样量出它是好还坏？大哥把2号线经过电表把它夹住了，夹住之后呢，它2号线是这一条，大哥接上去，我们有看到它是2K 欧姆，2K 欧姆的时候呢，我们线头的部分还要在大概2K 欧姆是 OK， 这条线是 OK 2号线。然后我们再要做这样的动作，在扭转的动作呢，它是 OK 的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检测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电阻值是多少好，大哥把它接上去，我们看电阻值是1.25K 在合理范围，因为它是1K 嘛，那老化的话难免电阻值会加大，是1.2K 这个可以接受的。那我们再来看故障的这第一缸，大哥已经有标示这个第一缸，看到这个大哥打叉，这是第一缸。好，大哥把三用电表的接线夹上去了。我夹上去之后呢，我们再来量测第一缸是这一条 ，OK， 好。这一条是第一缸的，这条第一缸，好，大哥已经接上去了。我们看到完全没有反应，完全没有反应。所以第一缸是故障的。那我们再来检测另外一个打叉的，另外一个打叉的是第四缸，大哥知道是第四缸 ，OK， 好，打叉的是第四缸，大哥已经接好了，第四缸。大概把第四缸先拿过来，我们看完全没有反应，所以第四缸是故障的。再来，我们再来量测，它还有个第三缸还没测到 ，OK， 好，第三缸大哥已经有标示，这边是第三缸，好，第三缸大哥接上去了，接上去之后呢，我们来看第三缸的接头拿过来，来第三缸，大哥把头接上去 ，OK， 第三缸接上去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三缸，它电阻是 1.17 这在合理范围，因为它是1K 欧姆的，所以说利用这种方式，我们来检测这高压线到底故障与否。老车，经过20-30年的老车，这个现象。这种问题一定很容易发生，所以说，老车的，尤其是高压线，大哥碰到的这个状况就很多，就是老车，因为这个地方高压线被插拔之后呢，又不用专用工具，所以说，像老车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很宝贝，因为已经没办法找得到这个备品了，所以说在整理老车的时候，大哥就非常小心，尽量用有专用工具，要尽量小心。加上老车它所有的料件都已经脆化了
那所以说，不拆则已，一拆就很容易故障。好，那今天大哥所介绍的就到此结束了，拜拜。